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 Real， 我们又来搞我们的 Honda Civic FN2 了，就是 Honda Civic 的一个很罕见的 Type R， 身后就是我的这一辆 FN2R， 然后里面呢就是银色小银，跟主人一样很银的 FN2R 啊，搞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们这个车啊是属于 JDM 啊，我也不懂算不算 JDM 啊，因为这是一个 Euro R 啊，可是我的这个就真的是 JDM 啊，日本出产的啊，然后它的血统不一样，但是我们要保留 JDM 的味道。我们又要我们的车方便用，我们的车其实不方便用，很不方便，尤其是往后镜那一晒啊，因为它有一个那个尾翼挡掉那个视野了。因为它是一个2007到2011年这样的年份的车，差不多。OK， 就是2000年初期、2000年尾声的那一个年份的车，所以那个时候不流行360，不流行 reverse camera， 可能有一些欧美车系有，可是日系车很少，所以呢，我们的车没有 reverse camera， 很惨，还不要紧，我的有 reverse sensor 嘞 ，reverse parking 的时候啊，会哔哔哔哔会响，它的没有。Honda 的高阶车款的 Civic Type R 没有 reverse sensor， 所以这种车死角又多 ，blind spot 看不到后面的。我的 BRZ 也是看不到，可是我的 BRZ 那时候有 upgrade 啦哦，有装了一个360。可是我们这种车呢，如果要保留一个原汁原味的那种 JDM 的味道，通常我们不要装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不要在 reverse 打孔装 sensor， 能不打孔尽量不要打孔，钻螺丝那一种啦。啊，如果我的是阿夏可以啦，MyV 可以啦，可是现在 MyV 都有 reverse camera 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装 reverse camera 啊，这个 reverse camera 啊很特别，它是一体机，一体成型，是一个来自70迈的产品，70迈 S500前后拍摄镜头加上 reverse camera 的功能，这一点真的太赞了，非常适合它啊。为什么我自己不装呢？因为我的这一辆车即将要有一个大 upgrade， 这个大家接下去看就知道是什么大 upgrade 了。记得留守 Rider ATS 啊，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呢，因为是我们有拿去设办好 track， 我们要让它有更好的那个圈数啊，所以呢，阿六呢就自己在家 DIY 把后面的椅子拆空了。这个椅子不是他们拆的啊，如果你们来到 Dacia， 好像我现在在这个就是柔佛新山 Dacia 的一间安装店啊，他们是没有帮忙拆椅子的啊。你跟他讲你要拆椅子，去跑车帮他拿扫把扫你出去啊。这里主要专业就是装行车记录器，还有一些比较简单安装的 TPMS 啊什么之类的，他们都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边专业的工作团队呢，正在走这个 wiring， 是为了安装 reverse camera。讲到这个啊，观众他们就会想到，阿的妹装 Android player 啦，Android player 装下去啊，你打 reverse 也是会有 reverse camera 的画面吗？可是我们 try 了，遇到了一个很够力严重的问题。当下呢，这个 Android Player 我装下去的时候呢，一切方向都是行得通的。但是发现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FN2 啊，它上面有一个显示是 for 那个冷气的嘛，一个 display 啦，那个直接没有function掉，所以一定要保留原装的唱机，它那个 display 才会显示东西。那个东西它很重要的嘛，因为它集成了冷气的那个风速啊，冷气的温度，全部都是在上面显示的。对啊，全部 display 在里面，所以那个没有的话，我们看不到东西的。就有点像现在比较新款的一些车，他们的冷气操控啊，全部集成在 player 啊，好像 Proton 的 S70、X70、X50、Carry 的一些车款啊，还有很多啦。Tesla 更严重 ，Tesla 是直接一个整片大个的 tablet， 所以如果你装了一个 Android player， 你的冷气操控界面那些全部没有掉的话，看不到，完全就是不合理的一个用法啊。所以如果你们的车跟 FN2 一样有面临这样子的问题，你又要一个 reverse camera， 你又不想要在 bumper 这边打孔装 reverse sensor 的话呢，最好的方案就是安装70迈的 S500。这个 S500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望后镜，它平时没有亮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望后镜。可是当你打 reverse， 它就会亮起一个画面，就是 reverse camera 拍摄到的画面。同时看到吗？后面还有一个镜头，这个镜头是可以做到上下左右调整的，而且这个镜头呢是最 latest 的 Sony IMX675的 sensor， 也就是讲它可以拍摄出来的画质、画面，还有它的那个 resolution、感光，全部东西都会比之前那些比较老派的行车记录器杂牌
行车记录器来得更加强大、更加高清。它是可以支持前后 3K 拍摄画质，还有前后 HDR 超高清画质，夜间模式更给。最高级的70迈 A810啊，现在它的那个 Night Vision 功能也是有，所以这个东西装在你的车上呢，就是一流，给超就对了。然后当然它是可以支持 SD 卡槽啦，插 SD 卡进去啊，你可以用手机下载70迈的软件，然后通过 WiFi 连接它，可以从里面下载下来你所拍到的画面。大家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站，还有他们的官方 Shopee Lazada 找到，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可以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最新 update 的价钱了啦。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Dacia Johor Bahru 他们的专业工作团队正在好好的安装这个东西。我相信你去外面的 accessory 店啊，你去10间啊，10间不同价钱，正常啊，这个正常。来到 Dacia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一个显示屏幕，直接就是把价钱打在上面了。安装前方的 camera 69块 ，Hardware Kit 90块，前面加 Hardware Kit 120，前后好像现在这个啊，前后安装只需要110块，非常的透明清楚，这一点真的太赞了。OK， 大概经过半个小时的时间，整台车的这个行车记录器啊，前后拍摄镜头都已经安装好了。他们在安装的时候，我们在做么呢？我们躲在这个休息室这边办公，还有偷一点它的零食吃。这个地方真的 very good job 啊！你进来这边坐你的车，你没有地方去的话不要紧，还有一个环境非常 good job 的休息室，而且 WiFi 真的超快。我刚刚坐在里面啊，不用几分钟我就 upload 好我的 video 了。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呢，就是新的望后镜了啦啊，它就是跟一般的望后镜一样功能。我们放上去，调整好一个正确的位置过后，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望后镜。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辆车启动，就马上显示了一个70迈的 logo。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显示到的是一个后方拍摄镜头的画面哦，也就是讲现在呢等于就是一个 reverse camera 的画面。还有一个重点，它是 touch screen 的，我们可以用 touch screen 把画面转换到前方，镜头的前后都可以在这里做到调整哦。如果我们打去 reverse 的话，它马上就会出一个 reverse camera 的画面，也就是讲不需要在这边拆掉原装的东西，安装什么 Android Player 啊，如果你打回去前面，它就会显示前方拍摄画面。而且这个镜头呢，如果你拍摄不到你要的角度，你还可以这样往外拉，延伸出来，而且它还可以显示大的画面、小画面或者分两边，全部都是 touch screen 的，而且非常的 sensitive， 看到吗？点一下就更换，点一下就更换，哇，这一点我很喜欢的。而且我们打开它的设置功能哦，我们可以看到有 video setting， 我们可以进去里面调整 ，OK， 录制1分钟、2分钟、3分钟，然后你还可以打开这个 parking security 功能啊 ，smart travel 功能，用 voice control 这台机器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在你的车上，你要直接看回刚刚拍摄到的画面，你也可以进入这个 album 的选项，可以看到它刚刚录影录制下来的画面，全部都可以直接在这里点选了，好像一台智能手机这样。而且它的这个 screen 啊是超过9寸啊。我们现在把画面直接快转到上路体验拍摄白天还有晚上的画面给大家看啊 ，Let's go。相信大家已经看完刚才那个安装的整个过程，还有就是我们把车开在路上拍摄下来的画面了。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这个3K 的高清画质是不是 very good job 嘞？除此之外，它也解决了阿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reverse 没有 sensor， 没有 camera， 现在全部解决。有小孩子啊，有行人经过啊，有摩托有车什么的话，都可以看到一清二楚啊。如果是 sensor， 有时候有小孩子，你听哔哔哔啊，你看没有啊？你照样给我删，很危险。太浪了，这个真的太浪了，太危险了。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最新产品 S500 前后高清 3K HDR 行车记录器的话呢，只要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就可以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最新价钱还有最新促销了啦。OK， 今天安装了这个东西，我也是希望这台车开在路上也是安安全全，不只是我们自己安全，我们也可以保护到其他公路使用者。可能当下在我们车的前后发生了不
懂什么事情啊，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拍下来，也可以帮助得到人啊。所以行车记录器真的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也是希望全部公路使用者最好都安装行车记录器。这样要安装行车记录器，当然是要安装70迈的行车记录器。OK。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们在接下来多1-2个礼拜罢了，很快我们就会把这辆车拿去雪邦赛道做时间啊，我自己的车也是会拿去，我们就可以来记录我们当时候在赛道里面的一些画面。所以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有更多更好的内容，我们将会第一时间share给你们大家啦。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